牌子上指着向左而去就是七宝老街，这边呢有一座寺庙很有名啊，就七宝寺。现在我骑过漕宝路，看到对面有一个宝龙美术馆，还是有非常广袤的水域啊，通过各种小桥把它连成一片。你看啊，这一片这个玉兰花树啊开得多么的灿烂，这样的风光很有中国古代的韵味，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内涵。嗨，大家好，现在呢，我离开我身后的闵行体育公园的正门了，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新郑路向北再骑段。那边呢有闵行的文化公园，还有体育馆，不是，还有博物馆，还有海派艺术馆以前都曾经去过。今天继续向这条路北边的方向来骑行。今天呢，其实骑的这些路都是以前我回上海经常骑的健身之路所以也没什么好介绍的。如果大家觉得无聊呢，可以快快的把它快播但是大家也可以看看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季节，上海的景色。现在呢还处于早春，虽然这个风呢还是有点凉今天应该是12度左右吧，但是迎着微冷的这个凉风，我觉得在这样的马路上缓缓的骑行其实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因为要不了多久，我相信在回程的路上呢就会微微的发热，所以我今天并没有穿太多的衣服。但毕竟呢，闵行是上海近郊的这个居民区，所以呢，整体的发展呢，没有像我们前几天到市里面去闲逛的市中心的那种地方那么改造的那么时尚但这恰恰就是普通上海老百姓居住的区域他们生活的环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骑过农南路，我看马路左侧还有羽毛球篮球馆看到有巴士车经过，这几天其实我们外出坐了很多趟巴士，以前很少搭这种公交车的。我现在发现上海的这些巴士很好，一个这个车呢都很干净因为都是新能源车，没有这种尾气。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多少人搭乘，每次你换乘这些公交车基本上都是可以有位置坐的，所以这个让人感觉比较舒服。而且坐在这个车里面，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不赶时间的话呢，其实真的看看街景，就经过一些以前去过的熟悉的地方，感觉到它的变化，又不用费劲。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海的年轻人出行的一个好的办法所以如果有人到上海来旅行，不一定全部都要搭乘地铁，就不妨来乘坐几趟巴士，在这个地图上呢设定一下其实是非常容易换乘的。
经过宝南路，我们继续向前骑行。牌子上指着，向左去就是七宝老街。这边呢有一座寺庙很有名啊，就七宝寺。我记得前天啊，我和家人还去了一趟龙华寺啊，龙华的庙。上海有很多寺庙都保存得相当不错的，每个老镇呢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寺庙。现在我经过普惠堂河，我的左侧这种黄色的房子就是寺庙了。它的正式名称叫七宝教室。我看左侧还有一座七宝老街的牌坊，等我回来之后看看能不能进去转一下。前面就是漕宝路了啊，经过漕宝路，这里就应该快要到闵行的文化公园了。现在我骑过漕宝路，看到对面有一个宝龙美术馆。这个地方好像有个宝龙集团啊，应该是这个企业发展的一片街区了。这个区域呢，基本上就是一些美术馆、博物馆。宝龙美术馆以外，还有上海海派术馆、闵行博物馆都在这个区域。但是这个马路的两边都在大兴土木，又在建楼了。我的右侧就是闵行博物馆。我看看啊，能不能在里面去穿行一下。
上次专门都来过的，看看可不可以在里面稍稍的转悠一下。别看我呀！А тут а що ви всі позначаєте?这是一个有绿地有湖的公园啊，这是让老人到这边来休闲体育活动的地方。那我就骑会单车吧。这个湖对面有一群奔马，今年又是马年啊，但这个马以前很久就在这里了。这个地方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啊，关键是它是免费的地方，包括去那博物馆、美术馆都不用花费啊。这个边上呢也起了很多看上去比较时尚的建筑物，感觉还是相当不错。这里牌子上写着闵行文化公园啊，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呢，确实跟民生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啊，所以确实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些让老百姓有获得感的这种设施啊。左侧是上海市闵行区婚姻登记中心，这也不错。这里是七保证博爱健康辅导。既然来了，我们再去兜一圈吧。
我记得之前经过这条小桥的，今天再次骑过这条小桥，这里下面有河冲，很多人为的做的一些场景，还是很美的。你看这个蓝房子还是很漂亮吧？这个据说是做慈善的一个机构在这边的一个房子。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还是有非常广袤的水域，通过各种小桥把它连成一片。我们这里有一个廉政的展览馆啊。这里开了好多上海特有的玉兰花。你看啊，这一片这个玉兰花树啊，开得多么的灿烂！前面呢就是文化公园的出口了，我准备从这边骑出去，回到大马路啊，再找回新政路，去到七宝老街转一圈就回去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漕宝路上，我们等一会儿到新增路口走，走到七宝老街再去穿越一下，但是我们就不到寺庙那边去了。
好，现在呢，我在淘宝路上左转到新郑路。前方呢就是七宝老街了。这里有两个牌坊，这边是青年路，前面还有一条，我们在这边稍微再留连片刻。右侧呢就是七宝教室，这个里面进去呢是一个很大的寺院。因为以前已经去过很多回了，我们今天就进去。经过普惠堂桥。这里呢也有七宝老街的一个牌坊，我们从这边进去转转。这个摄像机好像停了一阵啊，是不是刚才没有录到啊？现在呢，我从七宝老街这边进来啊，来到了它的七宝老街里面。我到里面去穿行一下。这边还有一个寺庙叫南七宝寺，规模相对小一点。现在呢，我已经在七宝的这条古镇里面了。你要这的分了，他肯定要问，有啥问题了？今天呢，并非周末啊，所以还显得稍微的人稀少一些。这个古镇呢，也是慢慢在向外放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老的民居来亟待改造。你看啊，这条河冲的对面就有很多这种镇上的老的民居。各位游客，欢迎您来到千年古镇七宝。请您在游览景区名胜的同时，注意安全，文明出行，共同为营造一个安全、整洁、有序的游览环境而努力。你看啊，这边呢就是七宝古镇的一个全景游览图，还是蛮大的一个古镇，也是上海非常典型的老镇。自己的钱包、手机、相机等贵重物品，谨防遗失或失窃。3. 由于西藏
这里呢有一座桥啊，我们在桥上可以看看风景。这个桥看上去是不是非常漂亮的？前面是普惠堂桥，那这条河就应该是普惠堂了。我们看到对面房子下面写着拆字，这边要拆掉重建了。这就是老镇里面的风景了。Two, please be cautious of your wallets.这家长桥饭店应该蛮老了，我每次经过这里都看到它在营业。这里有个酱园，就是卖各种酱菜的，挺有意思的。有好多其他的饭店。那这座桥呢，就是这个古镇上面最知名的一座小桥了。应该就叫普惠堂桥吧，大家可以看看啊，这样的风光很有中国古代的韵味，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内涵。就到这边来走走还是非常惬意的。剩下的就是人所介绍的。有这种小街小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商店，这边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羊肉，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挺有意思的。馄饨、面条、小笼包、下馄饨、小馄饨，来凉皮、凉面、羊板、大馄饨、小馄饨、老鸭粉丝汤、小笼包。这样的小街道呢，就不适合骑车了，我就推着车走一段，让大家也感受一下上海的古镇，这种风貌。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真是琳琅满目。来进来，超级好吃。吃好多不吃。对啊，他做好几千菜了。来看一下来，豪猪这边。现在可以啊。你既然转，还不得从那儿转？这就是古镇的风貌啊，看着好像时间在这边停止了，但是呢，这边还是看上去有很多生意在做。好了，这边我们就基本上走车去到两区了。
我们准备骑行回江西。玉堂街。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座普惠堂桥，应该就是前面这座。你看，后面就是七宝教室的房子，那个塔，挺美的。好，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大马路上了，这里应该是七星路了吧？对，这条就是七星路。然后我要看看怎么能够到对面去往回骑了。现在呢，我已经转到了七星路上了。现在由北向南来骑行。从闵行的文化公园，又穿越了一次七宝老镇啊，并且在七宝寺边上呢，经过了一下，就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段骑行。现在呢，我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这条路呢，正在进行施工，有很多段呢都在挖地铁工事啊，就是嘉闵线要从这条路经过的。现在我骑行的这条七星路呢，是闵行区应该重点规划发展的马路。虽然这是一条非常老的马路，但是这边呢，向北去到虹桥机场，
这个一路上有很多开发区，还有闵行新城等等啊，所以这条马路呢，将来等到地铁完工之后啊，相信呢会变得更加热闹。左侧马路对面有一个俱乐部，是上海功夫传奇武术俱乐部。在上海有这样的俱乐部啊，挺有意思的。现在呢，我们继续在七星路上往南骑行。这条大马路目前看似呢也平淡无奇，那我们就在这边呢作为我们第二段跟大家做分享的地方。谢谢大家的一路跟随，我们在这边稍事休息啊，继续往前骑行。我们一会儿见，拜拜。